今天和大家聊一个曾经发生在意大利足球圈的故事。联赛冠军涉嫌安排裁判操纵比赛结果，波及多家豪门俱乐部。这就是意大利电话门事件。意大利电话门的剧情可以说是一波三折，精彩万分。现在就让我们把时间调回2006年的夏天，来一探究竟到底发生了什么。意大利顶级职业足球联赛，简称意甲，曾在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是公认的世界上水平最高的足球联赛，被誉为小世界杯，对世界足坛有巨大的影响力。其中尤文图斯、AC 米兰和国际米兰三支实力特别强的球队又被称为意甲三强。2006年5月4日，这原本是个令人兴奋的时刻，因为在6月就要迎来4年一度的世界杯。让人没想到的是，在这个时候，意大利的米兰体育报突然刊登一份尤文图斯足球俱乐部的总经理莫吉与意大利足协高层和意大利政坛政要的通话记录。录音的内容表明，莫吉涉嫌操控04至05赛季多场球赛的裁判人选，意图影响比赛结果。在其中一次和足协高层的对话中，莫吉说道：“科利纳和罗塞蒂执法过于客观，他们应该要被惩罚。”这两个人是谁呢？他们两个都是非常知名的裁判。罗塞蒂是 FIFA 的国际级裁判，曾经执法2006和2010的世界杯足球赛。只有最顶尖的裁判才有资格执法世界杯。而科利纳曾连续6年入选 FIFA 年度最佳裁判，也被誉为足球史上最佳裁判。检察官公开莫吉与意大利足协高层的电话记录，在意大利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事件爆发后的5月8日，排山倒海的压力让意大利足协主席卡拉罗宣布辞职。尤文图斯主席莫吉开始接受罗马当局检察官的询问。在接下来的几天，意大利足协副主席马兹尼和尤文图斯董事会全体成员集体辞职，而球队的主教练卡佩罗也宣布离开球队。由于事关重大，意大利许多城市的检察官都开始着手调查这起案件，总共追查到19场04至05赛季和14场05至06赛季有问题的比赛。除了尤文图斯之外， AC 米兰、佛罗伦萨、拉齐奥以及雷吉纳这4支意甲球队也卷入这场风波。5月13日，意大利警方突然搜查了意大利足协大楼，寻找操控比赛的证据。当天，包括足坛、政坛与各大媒体总共41人接受警方调查。而后，尤文图斯的主席也被指控涉嫌操控转会市场、伪造账户和逃税。意甲被称为当时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体育联赛之一，在世界杯开幕前夕爆出这样的丑闻，一下子就轰动了全世界。要知道，意大利国家队可是当时的夺冠热门。电话门不仅牵扯到几家足球俱乐部，连意大利足协也难辞其咎。这也罕见的让欧足联和世界足联主动介入。罗马体育法庭在2006年世界杯期间展开了对电话门的调查。原本预计在世界杯决赛前就会有判决，但案件的宣判日期随着意大利国家队闯入世界杯决赛而一拖再拖。由于当时的意大利国家队有许多球员效力于涉案俱乐部，而这群不夺冠回到意大利就会被处理的球员展开了自我救赎，因为他们认为英雄不该被审判。那年夏天，在数十亿观众的见证下，一支赛前不被看好的意大利国家队在主教练里皮的带领下，在半决赛不可思议地淘汰东道主德国队，又在决赛中以点球大战击败众星云集的法国队，最后在柏林举起大力神杯，成为世界冠军。时间来到7月初，在意大利拿下世界杯冠军的几天后，这场被称为体坛的世纪判决终于有了结果。以尤文图斯为首的5支球队分别受到不同的惩处。在一审的判决中，尤文图斯被取消04、05和05、06两个赛季的联赛冠军，下个赛季直接降入意联赛，并预扣30个积分，同时也失去参加欧洲赛事的资格。而其他球队也被分别预扣下个赛季的积分，或是同样也被直接降入意联赛。
AC 米兰还被判罚扣除这个赛季50%的积分。电话门的幕后主使莫吉被判罚终身不得从事足球相关产业。其他包含意大利足协主席和副主席在内的19个人，也被分别判罚几年内不得从事足球相关产业以及巨额罚款。这次的判决可以说是轰动了世界足坛。尤文图斯也成为了近年唯一一个被取消顶级联赛冠军的球队，也让意甲04至05赛季的冠军空缺。而05至06赛季，原本的冠亚军分别是涉案的尤文图斯和 AC 米兰。由于一个被取消资格，一个被倒扣30个积分，最后由原本的季军国际米兰递补成为联赛冠军。这次的判决也存在着许多争议，因为对尤文图斯的判决特别严重。而根据罗马体育法庭的说法，电话门并不是真正的假球案，而是违反公平竞争条例。判决出来后，尤文图斯宣布准备进行上诉。然而就在此时，国际足联发来了一通警告，内容大意是：一旦尤文图斯上诉，国际足联将会对意大利的职业球队以及意大利足协进行进一步惩罚，其中包括暂停意甲联赛，并禁止所有意大利俱乐部参加国际比赛。因为意大利政府想要减轻判决，大事化小，但国际足联对于各国政府介入足球事务本来就嗤之以鼻，这时候发出警告可以说是意料之外，但情理之中。话虽如此，还是有其他几支涉案俱乐部提出上诉。10月26日，意大利体育仲裁庭公布了上诉裁定的最终判决结果。尤文图斯依旧被剥夺2个赛季的联赛冠军， AC 米兰、佛罗伦萨和拉齐奥则是可以留在意甲，而预扣的积分则是分别减少一些。这起事件严重损害了意大利足球的形象，不止意甲，连意乙也牵涉其中。之前意甲有些球队已经被披露破产、拖欠球员薪水等财政不健全的消息。这次的丑闻可以说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尤文图斯被罚降级，让这家百年豪门遭到重创，大量的顶级球星离开尤文图斯，转投其他球队效力。维埃拉、伊布转投死敌国际米兰，埃莫森和卡纳瓦罗奔赴皇马，图拉姆和赞布罗塔远走巴塞罗那。曾经引以为傲的超级巨星阵容只剩下队长皮耶罗、内德维德、布冯、特雷泽盖几人坚守。失血严重的斑马军团虽然只用1个赛季的时间就杀回了意甲，但是元气大伤，数年难愈。而 AC 米兰也因被处罚，虽然次年在欧冠赛场上再次登顶扬眉吐气，但是在与同城对手在联赛较量中落于下风，只得目送国际米兰白捡1个联赛冠军和尤文图斯出走的巨星。2大对手被打趴下的国米在无对手开启了大国际时代，豪取联赛5连冠。意甲3强的严重失衡，造成了联赛最高竞争水平的急剧下降，间接使意甲在欧洲足坛的顶尖地位逐渐被西甲和英超取代。虽然国际米兰最终在狂人穆里尼奥的率领下用最后一口气拿下了3冠王伟业，但是意甲联赛的整体式微已经无可挽回。丑闻爆发的隔年，意甲球员的平均年薪已经锐减到2000年的水平，而意乙的薪水更是倒退到上个世纪末。时间来到2010年，看似落幕的电话门又再次掀起了风波。2010年4月20日，在那不勒斯的刑事法庭上，莫吉的辩护律师团上交了3000条先前未曾曝光的电话录音，其中包含了时任国际米兰主席莫拉蒂以及已故前主席法切蒂与意大利足协高层的通话记录。当天法庭也接受了这批录音作为呈堂证供，这也让人开始怀疑，为什么2006年的时候，与国际米兰有关的录音没有被调查。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复杂的关系图。有证据指出，当年的这些通话记录，就是国际米兰主席莫拉蒂说服意大利电信集团 TIM 的董事长特隆凯利后，才录下交给意大利检方的。而这位意大利电信公司的董事长，正是国际米兰的大股东，身兼终身会员。好巧不巧的是，他旗下的另一间轮胎公司贝耐利，
从1995年开始，就是国际米兰的主要赞助商。有一名前意大利联邦检察官、现任联邦上诉法院的副院长说，当年吉多罗西被任命为是电话门的特别专员，主导了整个案件的调查，还亲自安排了陪审团，有一名陪审团成员甚至是国际米兰董事会的成员。那么吉多罗西是谁呢？他是国际米兰的赞助者，在球场看球时通常都坐在主席莫拉蒂的旁边。而在2006年罗马体育法庭的判决出来，确定尤文图斯被降级之后，吉多罗西就成为了意大利电信公司 TIM 的副总裁。在调查专员与陪审团都违反利益回避的原则下，国际米兰成为了当年唯一没有被调查的豪门球队。不幸的是，2011年的时候诉讼时效已过，而意大利足协也无意再趟这滩浑水。至于国际米兰在电话门中所扮演的角色，也随着时间流逝而不了了之。这么多年过去，国际米兰依旧保持着清白，而被丑闻缠身的尤文图斯与 AC 米兰，在球星大量出走后实力严重下滑，也让国际米兰迎来了黄金时代。在事件后的5年完成了意甲5连霸的成就。2011年11月8日，那不勒斯法庭作出了电话门上诉后的正式判决，莫吉被判刑5年4个月的监禁，而其他涉案人员也都分别入狱服刑，受到了应得的惩罚。电话门的风波延续了超过10年，而这段期间，意甲先后有5支球队已经被迫申请破产。大概没人能想到30年前，全世界最顶尖的足球联赛会演变成这种局面。2015年3月23日，意大利最高法院在其最终决议中裁定，莫吉因体育欺诈而被进行个人指控，而非作为电话门主导者被指控，最终无罪释放。至此，由于诉讼时效到期，除了向裁判马西莫·德桑蒂斯确认的1年徒刑外，所有人都被无罪释放。意大利最高法院同时公布了150页的文件，说明了整起电话门的始末以及判罚的依据，同时揭发了莫吉对意大利足球甚至意大利经济造成的损害。莫吉当时不只是尤文图斯的总经理，也是顾问公司 GA World 的负责人，而 GA World 是体育产业的知名公司，旗下合作的球星与体育活动不计其数，这让他在意大利足坛、政坛、影视娱乐圈，尤其是媒体界有着呼风唤雨的影响力。这样巨大的权力也是造成电话门事件的主要原因。2019年1月，尤文图斯再次提出上诉，要求取消国际米兰2005至06赛季意甲冠军头衔。上诉于2019年5月6日被驳回。2023年，尤文图斯官方在10月23日通知各方宣布放弃上诉。至此，电话门事件宣告正式结束。因为电话门事件而遭到重创的意甲风光不再，加上2008年金融海啸冲击国内经济，进而加速衰退，也让意大利足球在这么长的时间都难以重新崛起。2006年世界杯夺冠后，意大利足球就一路走低了，先是连续2届世界杯从小组出局，然后继续跌破下线，直接缺席2018年和2022年世界杯，令人不胜唏嘘。但是最奇葩的，意大利居然在缺席的这2次世界杯中间还拿了1次欧洲杯冠军，也真是不知道该怎么评价他们了。